哎，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距离周末的比赛还有3天。萨罗马100公里，佐吕间湖100公里超级马拉松。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我打算用接下来的几期去把整个这个比赛说明白，因为这个比赛其实就包括日文的这种分享都不多，所以我想做一个特别好的中文的关于佐吕间湖100公里这个比赛的从报名开始到最后我回来的分享。咱们今天第一期说到哪儿呢？从报名开始说到我现在所有的准备结束，因为现在我已经准备结束了，好吗？咱们先说报名。今年的报名是2月5号开始的，差不多我觉得每年应该都一样，都是这个时间，前后不差几天吧。它分2部分，第一部分是先行报名就有特殊资格的，第二部分才是普通人。普通人是2月12号开始的，他这个报名都是报满为止，所以不用太着急。我今年的经验是，过了2-3天还能报，不用抽签的。但是将来如果说特别火爆了不一定，但是大概率不会。我这儿看的这些资料屏幕上都会有，它是给我一个提醒，然后也防止我说错。我把日文的东西都翻译了，然后翻译也都贴在了屏幕上。之后报完名之后有2件事要提早做。第一件事是注意这个收快递。这个比赛和马拉松不一样，它是把你所有的东西寄给你，就是号码牌呀、计时芯片呀、参赛手册呀、存包用的这个袋儿啊这些。那天收到开箱的时候，我还发在了当天的视频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是海外报名这个邮寄怎么弄，因为确实跨国邮件并不像日本本土邮件一样那么方便。它是5月30号的时候全员寄出的，也就比赛是6月30号，我大概是6月初，我忘了，可能1-2天就收到了。这边日本境内的快递很快的，但是海外这个可能要问组委会，但是他每年有好多海外选手，所以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看屏幕啊，就是住宿和应援还有接驳的大巴。为什么有这个事儿呢？这个我其实报名的时候都不知道，当时就想找一场100公里，一看这挺有名的就报了。后来报完以后，我跟大科员先生聊，我说我报这比赛了，他说他说你弄旅行社了吗？我说旅行社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地方特别偏僻，然后交通不发达，自己去呢只能租车，就是你只能自己开车或者租车，否则的话呢你就得参加一个旅行社，自己靠公共交通去解决是不行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北海道这个地区还有比赛起点它临近的城市的地图，大家可以看屏幕上。一般就是住在北见市，北见市其实就特别小一个小地方，但是大家看它距离比赛的起点还特别远，而且中间不是城市，虽然有公共交通，但是要好长好长的时间，特别麻烦。而且比赛早晨5点发枪，公共交通不一定是24小时的，所以要么你就在起点露宿一晚，要不然你就只能找这种大巴车。同时其实从北海道像我们这次到达的新千岁机场到北见市这段也特别的麻烦，如果你自己坐公共交通得6个小时。所以说就有这种旅行社，它有一些不同的套餐，有的套餐是包含从日本各地的飞机的，但是其实我看了看，绝大多数就是东京和大阪，从东京大阪的机场出发，也有其他地方像福冈什么的，就是大城市的，从当地的机场集合，然后呢机票给你处理好，到了北海道的机场大巴给你处理好，拉到酒店，然后呢酒店的食宿给你处理好之后，比赛当天给你拉到赛场，比赛结束给你拉回来。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包含前面这个飞机，就是你到北海道的机场集合有大巴，其他都一样。刚才包括飞机呢，也包括送回的飞机。这个我们没包括的原因呢，主要是我们不想直接回来，想在那儿跑完以后玩一玩，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没有飞机的套餐。而这种旅行社这种套餐，我后来自己单独查了一下价格，其实它挺良心的，就是跟你自己单独定的价格几乎一样。但是其实有可能它当地的酒店大巴给它的价格比你自己定要便宜一点，它就有的赚。就是这样，每年都是从佐吕间湖马拉松的官网就可以进到一个相应的页面去看，大概是4月10号
它这个报名也特别有意思，并不是像好多大家出去订旅行社说我花钱订贵的，我花钱订便宜的，我选好了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是它有好多档次不同的酒店，然后你选你喜欢的前2个，然后他给你调剂，就跟报志愿似的，这个是挺有意思的。调剂完以后，你再交钱，也就是说呢，它有可能调剂到一个比你要的贵的，也有可能调剂到一个比你要的便宜的。我们是调剂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只不过就不是我们想去的那个酒店，但是都在北建市。北建市特别小，大家刚才看地图应该也能看到。下一个就是大巴这个事儿，这页我就没有翻译，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它北海道有好多不一样的机场，有女满别机场，有新千岁机场。其实女满别机场离比赛的那个地方是更近一些的，但是因为这机场特别小，所以机票特别少，航班也特别少，所以我们就到新千岁机场。你看这个图上下边，大家看到这个3日间11点10分这一块，这就是我们那个套餐。当然我们不包括前面的飞机，我们是11点05落地在新千岁。你看它包飞机的这2班，一个是9点50，一个是10点15落地新千岁。它的大巴是11点30从新千岁发，这就29号礼拜六就这一班。我们是坐2号车去到北建广场酒店，今天第1个酒店。但是这时间呢，我们一开始还担心，你说11点06落地的飞机，我们虽然不托运行李，但是它要晚点呀，或者机场路不熟怎么办？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报旅行社的时候，它上填了你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所以你们看它的出发时间是11点半，因为按照它的带机票的那个套餐，最晚一波10点15就到机场了，它没必要等1个多小时。然后旅行社也给我们回信了，就特别快，1个小时就回信了，说不用担心，我们就是按照大家统计的航班到着的时间定的这个，如果您稍微有一些晚点会等您的，但是如果是大幅晚点就没办法了。然后给了我们联系电话和机场集合的地图，所以就没有问题。你们看它这个是这样，然后底下呢是时间，你看新千岁机场11点半出发，通过哪儿，随后大概是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就能到达各个住的地方，这就特别快。我刚才说的是，如果从新千岁机场自己用公共交通到达我们那个酒店得6个小时，那也就是说11点下飞机的话，那就得晚上7点才能到。就第2天就比赛了，早上5点就比赛，所以还是他这个就特别好，到酒店赶快吃饭就睡觉，所有的准备工作在明天之内都做完，后天去机场就什么都不干了。说到这儿就要说到比赛当天早晨，因为就算你自己解决了到城市的住宿，比赛当天你也解决不了，因为那个起点那个地方离最近的有人烟的地方，或者说有酒店多的地方也特别远。除非你住在边上那种有可能有人租给你的 homestay 这种民宿这种，但是几乎没有。所以像这种它也有一个出发的大巴，大家可以看屏幕。这个出发的大巴就是从各个酒店拉着你去起点，早上5点起跑。你们看，最早的是2点20出发，我不幸就是最早的，最晚的是3点10分出发，是远近不同。都是4点，最晚一个4点10分会把你送到起点，因为到起点还有好多事儿要做。第一，你要检录，然后第二呢，你要存包，有2个包，一个放在54.5公里让你取完以后，你还要再存回来，就是那个地儿你可以换衣服或者吃点东西，然后你在54.5公里取完再存回去，他会给你拉到终点。还有一个包是直接放在终点，然后还有就是自备饮料，每个人有3个自备饮料的那个号码布贴纸。你贴3个瓶子，但是只有陆联报名才有三个自备饮料交给组委会，然后你还要准备更衣，然后做准备活动，所以4点其实是很极限的，1个小时的时间只有5点发枪，所以呢，礼拜天凌晨2点20就要上车出发，那差不多礼拜天凌晨1点多一点我就得起来，因为你得醒一醒，然后喝点水，主要还要去卫生间，因为你到起点再去卫生间人就有点多。虽然这个比赛的规模只有599个人，但是起点也不大，最好还是在酒店先解决一次至少，然后在大巴上可能能睡一会儿，也可能不能睡，就按照不能睡来做规划。
而且之前我也说过多次，只要你睡眠长期没有问题，就比赛前一天晚上睡不好，其实没有太大的事情。然后就到了激动人心的赛道准备了，你们看这个赛道，它都是日文的，所以我还是比较贴心的。你们看，哎，我做了一个把关键信息翻译成了中文，甚至我还保持了差不多的字号和颜色，字体就没办法了。它这张图先说字儿多的地方，左上角关于卫生间，从起点到赛道上会设有临时厕所和公共厕所。所谓公共厕所就是可能路边的或者街心公园的，临时厕所就那种就是简易的。但临时厕所数量有限，选手之间互相礼让使用。另外，这样他也是写的红字啊，请绝对不要在农场或私人土地上排便，因为他那块都是野地，就是国道两边都是农场。你别到时候找一片地，咵你就一脱裤子蹲下了，那就有点尴尬。然后请理解并保持良好的赛场道德。然后右边呢有几个很大的红字的注意，请绝对不要进入农场或私人土地，因为像这种比赛，像这种偏远的乡村的地方，人们就更加的在乎自己的生活。如果这个比赛对周围的人影响特别大，他就跟当地不好相处，所以还是互相体谅。然后禁止开车、摩托车、自行车或者陪跑的这种形式跟着我，就是你家里有人能骑100公里也不行。虽然它不封路，实际意义上不那种严格的封路，但是不允许。然后禁止家属或支持者在赛道上或路边停车。他虽然说这个，但是其实他给家属或者亲朋好友吧有一个应援的大巴，会拉着你在各个点这么跑，让你能加油。一会儿咱们再说。然后为了交通管理，赛道上设置了几处信号塔，请按照管理人员的指引巴拉巴拉指示。然后你们看这个图特别逗，它上面还标这海的名字，这海叫鄂霍次克海，就那北海道上边，然后这几个岛包着的这一块。然后佐吕间湖，而且你们看第一折返那儿，其实它是有一个小豁口的。我问了大会员先生，我说那这湖这水是咸的还是淡的？他说有点咸，没有海那么咸。然后我说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尝一口。然后这就是赛道了，你看赛道上标最多就是厕所，还有右下角有一个部分蓝色叫路线变更部分，一共有3处，你在图上也标出来了，这3处跟去年不一样。然后左下角是高度图，像100公里的话有几处爬升，有几处爬升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是上升到100公里好像也还好。结合这个图，下边跟大家说说我的准备。首先大家看这张图，这是没有电子版，这是我拍照出来的一个照片，这个是公里点的补给，但是你们发现都是片假名，就都是日本翻译过来的英文，按它这个读音，所以很难懂。而且呢，给人工智能翻译它也翻译的不好，因为这图竖着排的，所以我做了个小工作，做了一个表格，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大概说一下。正常的跟马拉松一样的，就是每2.5公里都会有水，有很个别的点不是这样的，它越往后就不是2.5公里了，有的可能因为路况，或者因为什么，或者因为太荒凉或者人太多，它就调了一下，但是大概的逻辑就是每2.5公里都会有水，然后每5公里都是一个补给站。在30公里前跟马拉松几乎没有区别，5公里是有能量饮料的，然后呢有果汁。从20公里开始，每5公里增加了柠檬、香蕉和梅干。这梅干我放在视频上，大家可以看，是这边的一种腌的那种梅子，巨咸的那种梅子，就是你白嘴吃几乎是吃不下去的那种。那这个就补盐就挺好的，让嘴里有点味儿。然后香蕉从这时候就得开始吃，为什么？一会儿我说补给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你看，从30公里的时候开始跟马拉松有一些区别了，就得比马拉松多一些东西。你看多了橙子和巧克力，然后35公里的时候看就有红豆面包了。这红豆面包我大概搜了一下，貌似在中文圈里会被称为说日本的国民面包。我也搜了一些图放在视频上，但是不好意思的是我还没吃过。这儿就开始有面包了，有西瓜了。35公里是有西瓜、面包、橙子，还有香蕉和前面这些。然后呢，40公里的时候和35公里一样。到45公里的时候，就是马拉松已经完了，然后基本上吃的就多起来了。你看45公里的时候也有面包，然后52公里的地方是
比较简单，没有吃的。为什么没有吃的呢？因为54.5公里是它一个大的休息站，就是第一个取包点，就你可以存东西在那儿。那儿你可以应该是有更衣室，因为它允许你换衣服，然后允许你换鞋，而且它还比较贴心，它给了4张号码布。就是陆联报名的话是前面一个号码布，后边一个号码布，它给了你4个，就是你可以提前准备好另外一件衣服，别好号码布，这样让你节省时间。你到那儿把这个脱掉，然后把新的穿上是可以的。但是本来我一开始想的是要换鞋，一开始的考虑仅仅是它那个计时芯片是绑在鞋上的，耽误时间。后来前天和大和源先生见面啊，昨天他跟我说，一个事儿我还真没想到，就是过程中换鞋，尤其是50多公里以后，你的那个动作不好做，有可能就会抽筋儿，因为很可能你得站着换。哎，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决定应该就不换鞋了。所以你看，在54.5公里的地方，它会有一个饭团额外的，除了刚才那些，但是没有面包，没有西瓜，没有橙子，没有巧克力，只是有饭团。然后60公里就又开始有面包，没有饭团了。然后63.5公里的时候有面包，而且你们看，刚才我忘了说了，30公里就有，63.5公里也有。第一个是自备，什么意思呢？就刚才说那个，你可以自备一个不高过20厘米的瓶子的自备饮料，放什么都行，贴上你那个号码布，它给了你3个不干胶的贴，所以30公里是第一个，然后是63.5是第二个，刚才我忘记说了，抱歉啊。然后68公里和69公里都比较简单，这儿就很奇怪，你们看，从63公里出来之后，一直到70公里的补给就没有那么多了。69公里的地方只有香蕉，没有其他吃的，但是它多了一个汽水。为什么我写中文写汽水呢？它写了一个品牌，特别具体，我贴在屏幕上，就这种汽水。人们说这汽水的口味像是那种弹珠汽水，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会喝汽水吧，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到这时候就已经很热了。喝汽水它那个碳酸一变成气出来就会降温。然后是72.5公里只有水，你看70公里这10公里也很简单，一直到79公里丰富起来了。到79公里的时候是没有面包，但是有饭团、有橙子、有巧克力。然后82公里只有水，85公里的时候是有香蕉和西瓜。你们看，从85公里，从82到90，只有90公里有吃的，也就是说从60公里开始，每10公里有一次大的吃的，不像前面那么多了，反而可能我也猜也对，就是大家拼到60公里，很多人就不太可能像前面马拉松那样那么拼了，消耗也就开始放慢，开始变热了，这时候可能降温和水更重要。你说饿吗？饿，但是其实不像前面那么的激烈，我是这么猜的啊，可能我猜的不对。所以到90公里的时候又有香蕉和饭团了，但是就再也看不见红豆面包了，还真是。你们看，从63.5公里以后就没有红豆面包了，那不知道是不是保质期太短的原因，或者太晒的原因？不应该呀，因为我个人认为红豆面包应该比饭团更适合这种比赛。然后下边啊，91.5公里跟90公里离得好近啊！你看它1.5公里就又一个补给站，这个补给站也是有香蕉、有西瓜、有汽水，没有其他吃的。然后95公里只有水，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一个补给站就是97.5公里，距离结束还有2.5公里，这个部件反而很豪华，你看又有饭团，又有橙子，又有巧克力。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补给呢？因为100公里大概是要，就我现在的年龄、性别、体重，大概要5000千卡，可能还要更多。因为我一个马拉松大概是2200，两个马拉松就是4400，这是80多公里，还有10多公里呢。10多公里差不多得要700，差不多，那可能就是5000出头了。所以你们看我的桌子上，哦，是不是？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当然这可能还要再换，一会儿再说为什么要换。首先是能量胶，1、2、3、4、5、6、7、8、9个，这为什么牌子不一样？因为不是同一时期买的，就有的都是剩的凑的。然后这个是盐丸，然后这是个有盐的，就是他们这种梅味的果冻，就是稀的那种，这放在54.5公里。你看这一个热量最高，这一个的热量是154千卡，
而且里边有盐有电解质，同时呢它也是半固体，吃进去会有点饱腹感。然后这个你看有 BCAA， 这个放在54.5公里给它干掉，而且我会在54.5公里的地方吃。本来我打算放一个大面包的，但是它这儿有饭团，我可能还是会放一个面包。然后你们看这个能量胶，我看这有什么特别的啊？这个能量胶是104千卡一包，这就是普通的能量胶，里边有0.2克的相当量的食盐，没有其他的了。但是它有2克的脂肪，不是只有碳水。然后这就是大家常见的这个，对吧？这就是纯能量胶，什么都没有。然后这个，你看这俩写的不一样，当时买我想起来了，这边这写的是 energy， 这边写的是 recovery， 就是帮助恢复。这里边有 BCAA， 但是也是在赛道上吃。这一袋是写了多少千卡吗？我看看啊，这一袋的热量好低啊，这一袋只有37千卡，所以这个不能叫能量胶了，这就是辅助饮品。那这个应该和这个一起放在54公里吃掉，或者是这个放在54公里拿着到60多公里吃掉，不当做一次能量补给。然后这些都是能量胶，这个颜色的是没有咖啡因的，这个是有咖啡因的。为什么说要换呢？因为这5个是我各种比赛剩下来的，但是这咖啡因太多了，100公里的比赛不需要这么多咖啡因。100公里的比赛是这样的，中间比方说70公里快步行的时候来一个咖啡因的，然后和最后90公里之前90公里的时候来一个咖啡因的，所以还要再去买一趟，把这个换掉，换成一个不带咖啡因的。然后同时呢，当时没有太注意这个的热量，所以再得买一个普通的，等于再买2个能量胶，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那这是什么呢？这是有一次比赛发的，而且是欧洲的比赛，因为上面都没有英文，在这面上啊，就只有1行英文，都是我不认识的语言。但是我大概看了看，就是什么盐呀、电解质一类的。这个干嘛使呢？给它冲在某一瓶自备饮料里。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这个牌子的，这个不是能量胶，听，这个是冲剂，有3个，这一个里边有35千卡的热量，然后呢，它是有牛磺酸和 BCAA， 还有谷氨酰胺的这种恢复饮料，或者说让身体调整的那种饮料，这个再搭配糖，就是会自己搁点糖，自己搁点盐，冲这个自备饮料，让这些自备饮料一瓶呢，大概也有100多200千卡就 OK 了，或者是干脆直接买没有气儿的能量饮料，再兑上这个，放3个，然后就是这边，这是拍摄的计划，你看啊，到时候呢会这样，到时候会带这些东西。看这一块，这都是什么呢？这是2个 Go3S 的相机，到时候先充满电。然后这个是闪存伴侣，这闪存伴侣不是为了传送东西，是为了充电，就是这样，然后把它吸上。这个 USB-C 是可以给它充电的。怎么充电呢？就这是个迷你充电宝，我买来了，这个还挺便宜，100多人民币。然后买了一根线，这个线可费了劲了，因为这边没有淘宝，它的要求是要一个母口的 USB-C， 这种线见得特别少，在亚马逊买的，这边是一个 USB-A。 为什么是个 USB-A 呢？我一开始还买错了，我一开始买了一个普通的公口的 USB-C 和一个母口的 USB-C， 但是发现这充电宝这个 C 口是不放电的，这 C 口是只能给充电宝充电，然后到时候就这样插上，然后呢再把这个插在这儿，这样去充电。但是这一套有一个小遗憾，就是你看我这个闪存伴侣在不搁相机的时候，这个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样插上
也会形成通路，它也会发热，而且也会耗充电宝的电，所以我就不能在不充电的时候给它插着这样拿了。但是好在也好，你们看这就这样，这我就拿着，我打算把它放在54公里，放在54公里的那个休息站，就是取包那儿，我就直接拿起来了。然后呢，这时候我手上应该有2个已经快用完的电的相机，都插上充电，轮着充到56公里，或者是75公里，应该是75公里。充到75公里的时候，我就把这一套扔给家属，然后我就又有2个满电的相机了，等于我们要拿着它跑19公里，这是目前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咨询了官方说能不能半途给我递送相机，然后官方说这是个灰色地带，因为要求的是不能提供按摩，不能提供食品，但是相机没说，但是建议我不要这样做。所以呢，本来当时想是把相机给家长他充电再递给我，现在就不要了，我就在75公里的时候把这个扔给他。而且呢，其实我不需要扔给他，我就放在地下让他去捡，这样的话应该是谁都不违规，对吧？因为这次是陆联报名的，陆联会有一些小要求。然后最后，这是一个最麻烦的地方，是我会把我计划的配速，就是4分45，这是我计划的配速，各个时间点，大的时间点标在那个图上，标在这张图上。然后同时这张图是什么呢？你们看，应援 bus 的运行时间表，就是加油大巴，家属坐的这个大巴，我们5点起跑，他们从我们起跑的地方6点上车，只有这一班，到全马结束的地方是20分钟，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折返，他们20分钟就能开到。也就是说，所有来加油的亲朋好友，6点20都会出现在42.195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地儿是个我在过街景上看了，它就是国道边上一个停车场加一个游乐设施，叫 Family I Land U 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你们看这儿有4个时间，4个发车时间，就是在这个点呢，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班去走。第一个发车时间要求的是全程马拉松3小时15，第二个是4小时，第三个是4小时40，然后下一个是最后一个是5小时40。也就是说，如果您5小时40完不成第一个马拉松，你就看不见你的亲朋好友了。不过换句话说，这个比赛到当天晚上6点好像就关门了，所以就只有11个小时的关门时间。在这儿应该肯定都能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如果你5个小时40分钟跑不完一个马拉松，比赛也会被关门的，因为这个比赛11个小时关门。按我的时间，我如果计划的是4分45，并且执行的很好的话，应该是200分钟的时候，就是3小时20到达全程马拉松的终点。3小时20那是什么时候呢？是8点20。那也就是说，我这个时间相对有一点点尴尬。为什么？你们看他定的这几个时间，你看似中间间隔比较多，如果你在正中间或者差不多的地方，就特别合适。而且，如果这个运动员不掉速或者不创造奇迹的话，您的亲朋好友坐哪一趟？比方说他坐8点15这一趟，那下一个他就坐9点这一趟，应该就基本上就正好能赶上，不会岔开，除非你有严重掉速。你看我8点20到达全马这儿，8点15刚走一辆车，但是下一辆车要9点才走，什么意思呢？下一个集合点就是家属能看见我的地儿是56公里，在这张图上，距离42公里只有14公里，但是它中间有一个休息站，我可能要休息5分钟。那14公里的话，按照我的配速，大概是我算一下啊，如果按照5分算的话，4、5、20，50加20是70，是1小时10分钟，我应该到不了5分吧，4分45，就是1小时多一点点。那也就是我8点20到达了全马这儿，那我差不多9点20就到56公里了。我要在中途这儿休息10分钟的话呢，就9点30。但是你们看它底下写的，这段路程坐大巴需要2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他家人坐上9点的车，9点20才能到，那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先到，他后到了。这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尴尬的小问题在这儿。而这儿呢，发车时间呢，你们看是10点10分，他只能坐10点10分的车，从56公里到75公里，这一段的车程是30分钟，也就是他
10:40可以到达75公里的地方，在75公里这儿，如果按照4分45的话，那我加上休息的几分钟，可能是6个小时到6小时5分我就能到。那大概是什么时间呢？5点出发，就是11点到11点10分之间吧，差不多我到达这儿。它是10:40到达这儿，哎，那这儿还好，也就是说，75公里是肯定可以看到的，42.195是肯定可以看到的，而56公里这儿要看运气了，看缘分了。就是我快一点，或者我要慢一点没事，我要快一点可能就比较尴尬。但是按照我的性格，我肯定是要比赛第一的，因为这56公里这块其实很关键的。到75公里这儿应该是肯定可以看见我的，因为他10:40到达，10:40到达，他肯定就做不了10:50这一班喽，因为10:50我还没到呢，他就做12:15这一班，做15分钟到达终点。那这时候他到达终点是12点半。距离我计划到达终点的最好成绩还有几十分钟，所以说终点是肯定可以很游刃有余的能够看到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赛道上呢，全马的地方他可以很游刃有余的拍我，因为他不用赶着去上车，因为我要再快一点，比方说我按照4分35跑，那我到达全马这儿的时候是8点12，那就拍不了我了，他可能给我加一场油，赶紧跑到大巴那儿，大巴就要发车了。但是我不会跑那么快，4分45嘛，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听大黑先生说，野口先生计划是4分35的时间来跑，看看能不能拍到他，让家人，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的安排。而且我猜他这个车应该是就是有好多辆这么循环着放，但是应该是不能往回坐的，往回坐也没意义。行，最后一张图是比赛完之后怎么给我们拉回酒店，大家看看就行了，就不再说了。这就是我赛前做的所有功课。我们那天开了一上午的，我们俩人开了一上午的技术会议，就安排这些时间这些东西，还要把你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打印出来。然后因为有的是靠凭邮件坐车，有的是凭像家属那个大巴券，大巴是要凭那大巴券去坐车。然后呢，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去新斋桥再去买这个能量胶就行了。所以小伙伴们看，准备一场比赛其实不容易的。马拉松可能容易一点，这种比赛尤其又是第一次，还涉及到一个旅行社。对，我还没有经历过旅行社安排住宿的比赛，对，我都是只有旅行社安排名额的比赛，只有一次伦敦是买的名额，但是那个名额就是什么都不包，所以还好都是自己安排的，这种都是给安排好的。好吧，这一期比较长啊，我的目标还是再重复一遍，我想做一个中文频道里把佐吕间湖、把萨罗马湖100公里超级马拉松说的最清楚的一个系列，把它流传下来，分享给屏幕前的您和未来可能要参加这个比赛、听中文或者讲中文的小伙伴们，好吗？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一期这个节目再见。